你不在我身边，我不放心，我怎能让你一个人蓝忘机看着他？可是你看熬，你白天又要处理文件，晚上有那么照顾我，累坏了，我会心疼的。魏无羡看着他，不行，我不会让你一人，以前不会，现在更不会。蓝忘机语气坚定。魏无羡知道自己肯定说不动他，凑过去亲了他一口。那你陪我一起睡，好。魏无羡怀孕30周，这天早晨，蓝忘机煮好早餐，上楼喊魏无羡起床。魏无羡身后靠着软垫，皱着眉头睡着。蓝忘机坐在床边，摸了摸他的肚子，看着魏无羡皱着的眉头，他在上面落下一吻。魏婴，起了好吗？蓝忘机在他耳边说着。魏无羡本就没睡多少，揉了揉眼睛，困得半开眼睛。二哥哥，我腰疼，声音懒惰。蓝忘机听完，眉头皱了一下，伸手到他腰后，轻柔着，这样可好？魏无羡微微点了点头，然后亲了蓝忘机一口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亲了他一口。起来了？蓝忘机问他。好。魏无羡手环住他脖子，等着蓝忘机。蓝忘机笑了一下，亲了一口他的侧脸，然后拖住他的腰，打横抱起来，有去洗手间，坐在新手台前面的凳子上。二哥哥，待会我们去帮他们买些衣服好不好？蓝忘机想了一下，已经有衣柜他们的衣服了，看着镜子里的魏无羡，手帮他刷着牙，问道为何？已经有很多了，可是别的都没有，比如玩具、奶瓶、奶嘴什么的，那么多，我们都还没买。魏无羡比划着。好，依你。蓝忘机帮他洗了脸，搂着他下楼了。二哥哥，最近那个资金链怎么样了？魏无羡问着。因为一件事，蓝忘机已经不让魏无羡去处理这个问题了。那天，魏无羡从房间睡午觉出来，整个头都是晕乎乎的，他撑着扶手，声音比较小，嘴里喊着蓝忘机。他晃了晃头，蓝忘机听见他起床的声音，从书房出来，就看到一手扶着腰，一手扶着楼梯扶手的魏无羡。他看到的就是若魏无羡再往前一点，就容易摔下楼。他马上走到魏无羡旁边，扶着他的身子。魏婴，你如何？魏无羡看着他，越来越多重影，两眼一黑，倒在了蓝忘机怀里。魏婴，魏婴。蓝忘机连忙打横抱起，送去了医院，让他休息一下自己的身子，近期疲劳过度了，怀着孕不比你们，让他回去多休息。温情看着病历本说着，资金链还在流失，损失不大，就放了一些资金进去。蓝忘机把包好的鸡蛋给了他。魏无羡拿起那个鸡蛋，咬了一口。那有什么消息？是谁弄的吗？有一些，正在确定。好好吃饭，别去想。蓝忘机说着。好吧。那个他们俩的床到了吗？魏无羡问他。快了，这2日。蓝忘机回答着，给他倒了一点豆浆，递给他。好，我吃饱了。魏无羡喝完豆浆，唇上还留着豆浆胡子。蓝忘机看着他笑了一下，亲了上去，把他唇上的胡子全部吃干净了。如何了？进展怎样？金光善问着韦雨桐。不行，得到的一直不多，每次都是一点，他们应该把钱收上去了一些。韦雨桐说着。金光善皱眉，这么久一点进展都没有，我要你何用？韦雨桐一下低下了头。金总息怒，我有办法的。韦雨桐说出了他的计划。金光善笑了一下，不错，就这样，把人打点好，去吧。韦雨桐出去，勾了勾嘴角。商场，今天是许多人的上班时间，人不是很多。蓝忘机搂着他，护着不让别人撞到他。二哥哥，今天人没有那么多，不用这么小心的啦。魏无羡看着他说着，安全为主，以防万一。蓝忘机看着他说着。魏无羡笑了笑，好吧，以防万一，我们去那家看看，走吧。蓝忘机看着他指的地方。好，欢迎光临，不知二位要挑选什么？我们想看一下买新生儿需要的东西，没做好手抚着肚子说着。请这边来。店员说着。他们刚过去，就看到了魏书离和兰溪在新生儿去逛着。魏无羡转头看着蓝忘机，他们不会吧？蓝忘机蹙眉看着那边在挑选东西的2个人。魏书离抬头刚好对上蓝忘机的眼睛，四目相对。姐夫。魏无羡看着他俩，你们有了？兰溪和魏书离对视一眼，兰溪笑了笑。二嫂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为你肚子里那2个小的买礼物。魏无羡看着他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有了。哥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不是在为你买东西，陪他出来逛逛，你不是要在家休息吗？魏书离说着。魏无羡拿着一个奶瓶，
看着奶瓶说着我休息的还不久吗？我身体都好了，蓝湛还不给我出来。蓝忘机看着他，没说话。魏书离说着那是姐夫为你好，你看你都7个多月了，还想着上班，姐夫不管你管谁，你个臭小子，他是你哥还是我是你哥？胳膊肘往外拐，这件事上我跟姐夫找在一线，我相信小溪也是。魏书离说着，魏无羡看着他旁边的兰溪，仿佛是在询问。只见兰溪也点了点头，他有看了看身边的蓝忘机，蓝忘机仿佛在说他们没错。魏无羡摇了摇头，你们太坏了。魏无羡怀孕32周8个月，在家等我，注意安全，我下午就回来。出门前，蓝忘机揽着他的腰，亲了魏无羡一口，就上车了。魏无羡撑腰站在门口，看着蓝忘机的车消失在视野里，才回屋里吃早餐。他吃着刚刚没吃完的半碗粥，打开手机，拨通了给魏书离的电话。喂，你那如何了？哥，我这挺好的，听姐夫的，我把资金链已经断了，没有给他们一点了，他们应该动不了了吧？魏书离翻着桌上的文件，你注意一下别的。好了，就这样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魏无羡看着自己手机，嘀咕着总感觉有事要发生，他有些心慌。蓝氏如何了？蓝忘机一来公司就让岳七来汇报情况，他们最近好像停手了，近期的那条资金链数额是之前的一半。岳七说完把文件给他，蓝忘机看了看，蹙眉，可有查到什么？岳七看着他，这是我们查到的，与金氏合作的公司也有他跟温家的交易记录。岳七把另一份文件给了他，蓝忘机看了，问道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他跟别的公司的记录、合同，以及之前说的贩卖毒品的事。岳七又把2份文件给了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另3家公司那边如何了？蓝忘机问他。这是魏氏和聂氏的，他们听了我们的，把资金链已经断掉了，莫氏还在慢慢给着，都在这了。岳七给了他3份文件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说完岳七就下去了。今天可以动手了。金光善拿着一杯咖啡，看着窗外说着，是下午3点。韦雨桐问着，不错，下午3点，我要让他们垮下。金光善晃了晃手机，半杯咖啡说着，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可还记得？韦雨桐一旁的人说着。金光善转身看着他，当然，放心，你们韦氏给他们制造了恐慌，付出了这么多，我自然说到做到。韦雨桐他爸韦永辉说着，那就多谢金总了，今日计划必然会完成，我就和雨桐先回去准备了。好，合作愉快。金光善向他们俩晃了晃手机的咖啡。当初韦永辉接受了金光善的好处，让自己的女儿配合金光善演一出戏，让自家公司因为资金不足倒闭。为了让他们心慌，下午14点45分，魏无羡坐在软椅上，同聂怀桑发着信息，查的如何了？魏无羡问着。你想知道的都查出来了，魏哥，金光善可真会把自己所有资金隐藏，让我们几家抖，最后坐收渔翁之利。聂怀桑发了过去。